新冠肺炎 COVID-19 首次被发现于2019年年底的中国大陆湖北省武汉市，随后在2020年初迅速扩散至全球多国，逐渐变成一场全球性的大瘟疫。截至2021年10月1号，全球已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累计报告至少233632658人确诊，其中至少4779778人病逝于新冠肺炎，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流行病之一。而这个被视为21世纪最严重的流行疾病，可以说是目前最猖獗的大瘟疫或大流感，因为它的病毒一直在变种，也没有100%的疫苗可以对症下药。大瘟疫源远流长，最早的西方文学叙事开头就是描写一场瘟疫。荷马的《伊利亚德》的最初几句就是描述希腊军队正遭受瘟疫的蹂躏。修昔底德的波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当时两大超级强国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长期冲突。在战争开始之初，一场可怕的瘟疫席卷雅典，大批身强体壮的市民死于非命，就连城邦里举世无双的领袖也命丧黄泉。史上影响最惨烈的大瘟疫莫过于先鼠疫，1330年代始于中亚，接下来10年传播到欧洲。而这种传染病又称为黑死病，细菌寄生在老鼠背上的跳蚤上，会攻击患者的淋巴系统。而这个疾病跟其他许多疾病一样，目前从未完全根除。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每年人月有几百个病例，现在幸好可以用抗生素来医疗。而西班牙流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创了世界，杀死5000万人，超过战争中死亡人数的2倍。它之所以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并非因为它起源西班牙，而是因为这个国家当时并未参战，所以没有审查新闻。当疫情爆发时，整个西班牙都大肆报道，后来新闻传到了国外，还让许多人误以为这场瘟疫源于西班牙。自20世纪以来，科学进展突飞猛进，当时还没有发明电子显微镜，也还没有抗病毒药物，没有人见过病毒的本体，也不知道如何治疗这种新兴的感染。尽管如此，当时的卫生当局制定了3个最重要的方针：社交距离、口罩和洗手。在疫苗研发出来之前，这3项依然是今天用来减缓2019年冠状病毒传播的重要机制，只不过在当时还会再加上一项方针：定期检验。近20年来，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禽流感、猪流感和伊波拉病毒陆续爆发。2015年，比尔盖茨在 TED 演讲中警告说，未来几十年内会杀死1000万人的，很可能是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2017年，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又更大声疾呼，未来10至15年将可能爆发一场全球疫情大流行。而在场的我们这一辈这一代，何其有幸或不幸，参与见证了这20年来的几场全球大瘟疫发生。其中寂静仍未结束的 COVID-19 更严重影响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尤其当全球开始处于锁国、封城，各行各业开始居家上班 work from home， 不是 work at home， 网上教学、网络上课，没有实体的面对面，大家无法出国旅游、出差、消费、出门、逛街，宅在家里。很多国家的餐厅、百货公司、旅游景点，各行各业、艺术展演、娱乐与文化事业，有如停摆的空城，拉下铁门，关门大吉，暂停营业、歇业。因为没有国内外的游客消费，观光外汇收入急剧下滑，甚至面对裁员、减薪、无薪假、戴口罩，人与人之间保持连结。2021年，台湾甚至出现新的关键词是人与人的连结，更何况是无人光顾流连或人数减少的实体书店。对于国际出版同业而言，每一年的出版大事就是各种国际书展，出版商、版权代理、出版人共聚一堂，面对面洽谈版权。不过，全球出版同业都在2020年面对同样的问题。除了战争，
这一年大概是史上第一次所有国际大型书展暂时停办，或者转型成非实体的线上书展。东西方之间的国际版权授权严重受到影响，国际邮寄服务时有时无，样书寄送不达，连亚马逊也陷入员工染疫，买东西买书抵达的时间快慢都成问题，而实体书店暂停营业，客人止步。这时候网络书店有大发利市吗？试问在这种情况之下，衣食住行、视听娱乐、艺术展演、健康阅读，哪一样最优先？哪一样最不急迫？在台湾，答案是非常明显的，阅读往往是排在最后，而网络上的资讯世界是最优先的。无论是好是坏，大家都爱追剧、看剧、上网，网络流量增加。而科技越发达，文明越进步吗？人的思考模式就会因越来越艰难的困境而寻找出路，迅速转换工作模式吗？回到这1-2年台湾现场，2021年5月19号可以视为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天之前，台湾疫情一直处于1级警戒状态，但是受到国外疫情影响，以上所提到的种种不利现象、气氛围，难免直接冲击台湾的出版产业经济。根据台湾国家图书馆的109年台湾图书出版现况及趋势报告指出，台湾的新书出版量连续3年下滑，2020年更是下探到近20年来的新低点，仅出版35041种书，比2019年下跌了 4.81%， 销售额也减少了新台币 4.4 亿元。疫情同时牵动了各类新书出版消长，休闲旅游图书的出版量暴跌70%，心理励志类逆势成长，比前年多出版了240种书。2020年有4694家出版机构申请 ISBN， 一共出版35041种书，比2019年减少了258家，1769种，而且跌破了2001年出版36353种书籍的记录，创20年来的新低。曾经有一份研究调查报告指出，台湾全球人均出版量排全球第2，以人口数计算仅次英国，出版量相当高。当2020年掉到 3.5 万时，少了1769之后，全球排名会变得如何？是好还是坏？这牵涉到在出版不景气的年代，多出书好或少出书好，有人买书吗？有读者吗？到底每一本的实销有多少？而这份统计也发现，2019年还有51家出版机构一整年能出版100种以上的新书，2020年就减少到45家，而且近90%出版机构的新书量在10本以下。另一方面，透过台湾财政部的统计，2020年台湾实体及数位书籍的销售总额仅有190.4亿元，较2019年少掉了 4.4 亿元，下滑了 2.49%。但是若只是统计电子书，2020年新出2038种，占新书总数 5.82%， 比前年成长 28.1%， 销售额也提升高达 32.61%。 台湾国家图书馆也指出，2020年的出版量也反映了疫情影响下台湾读者的阅读偏好。2020年申请 ISBN 最多的是语言与文学类、严肃文学、大众文学、轻文学的书籍占2成，其次是社会科学、艺术、应用科学等3类，各占约1成5。若以台湾出版业常用的主题类型分析，2020年出版量最多的是人文史地类的新书，有4177种，而休闲旅游类只剩下197种，比2019年的676种大幅减少479种，跌幅超过70%。倒是疫情影响人心，使人焦虑不安、惊忧恍惚的情况下，促使大家阅读心理励志类的书籍。2020年共出版1601种，
比2019年增加240种，成长率达17.63%。而这些心理励志类的书籍也攻占2020年各类网络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由于2021年5月19日之前，台湾是一级警戒状态，除了有条件性的限制或禁止非本国人入境，台湾没有封城，非常少数人居家上班，没有网上教学、网络上课，但是缺少了国内外游客的消费。餐厅、百货公司、旅游观光事业急速衰退，艺术展演、娱乐与文化事业渐渐停滞，很多店铺落下关门大吉，暂停营业、歇业、招租，饭店、旅行社、观光业几乎全面性崩溃，百业萧条，很多公司开始裁员、减薪、放无薪假，而一般百姓没有收入，连吃住都有问题，又何来有闲钱买书？或是买没有迫切性需要的书。而这种情况到了5月19日以后就不用说了，我想大家都知道，台湾宣布进入3级警戒状态，半封城状态，居家上班，网上教学、网络上课，室外强迫性戴口罩，10连制，所有餐厅、健身房、卡拉 OK、舞厅、运动中心等暂停营业，百货公司、书店乏人问津，门可罗雀，染疫者居家隔离、检疫、疫苗短缺等消息导致人心惶惶，非常严重地冲击了台湾的图书销售。而这段时间，台湾出版同业其实都大力提倡大家在家阅读。这种情况尽管从7月27日疫情逐渐降温，宣布降为2级，开放餐厅内用之后，百货公司、餐饮、书店等实体店人流回温，但是大家不会乐观期待马上会恢复正常，尤其短时间内也看不到报复性的消费。过去的美景不在，不会比现在更好，也不会比现在更坏，难道只会一直恶化或是持平吗？台湾最大的网络书店博客来于7月公布了2021年上半年畅销书单。纵观2021年趋势，受到新冠肺炎影响、3级警戒影响，博客来整体的图书营收创新高，商业理财类别也比较2020年上半年同期涨幅近 40%， 占了一半。从心灵、爱情到最大众的商业理财类别，会发现习惯在网络书店购书的台湾读者，受到疫情3级警戒大大冲击工作以同生活时，更渴望提升自我的能力，抚慰心灵，充实自己。在这畅销书榜前10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股市投资议题备受关注。在这10本书里面，有高达6本是和投资理财相关，有些是投资经典，也有2021年才冒出头的投资 Podcast， 3本谈成功学，1本这是传记类。从台湾这2年的出版趋势与畅销排行榜上的书，我们就不会奇怪台湾社会盛行新媒体、自媒体、全媒体、融媒体等用词，因为各平台的需求，电子书、数位出版、影音有声书，号称纸本书、电子书之后的第3种出版力量，即耳朵经济的需求节节上升。台湾各出版社纷纷投资开发研创，旧书续约、加签、补签电子书、有声书，无论是引进的版权书，或者是自制的本土作者。如果旧媒体或称之为传统媒体渐渐式微没落，随着自媒体时代兴起，这1-2年凡是和出版业产生关系的，无论是作者、编辑、译者、设计者、出版社，或在座的你或我，都在使用脸书广告、脸书直播、微博、IG 广告、IG 直播、IG 的金句跟写活动，不让 Twitter、LinkedIn、Podcast、YouTube 直播、VTuber 网红、KOL、UGC 直播主、线上线下课程、音频视频等，发表、传达、传播每一本书的个人意见、讯息评论，也就是所谓的打书，意图直接输出给读者。因为现在已经不是 B to B、Business to Business 的时代了，而是 B to C、Business to Customer
商家对顾客，简称为商对客，也就是通常说的商业零售，直接面向读者销售书籍产品和服务，主要借助网际网络开展线上销售活动，即企业通过网际网络为读者提供一个新型的购物环境，网商书店。读者透过网络在网上购物，在网上支付，以前就号称为 DMU Go。正因全球出版大环境的气候改变， COVID-19 疫情灾难性地影响出版业，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作者、译者、编辑，从总编辑到一般的编辑、设计者、出版社，必须从书的后面走到书的前面，从被动角色移位到主动角色，直接面对读者，同时面对日新月异的软硬体、多元化发展的多声多频道媒体，想尽办法利用全媒体的每一寸空间传播每一本书的出版讯息。因为每一位编辑都要想尽办法在各种媒体中发出声音，期待读者在茫茫书海中看见自己的产品。这时候编辑摇身一变成为自媒体，像一个说书人、说故事者。作者和读者其实都是说书人、说故事者，但他同时也要面对已经成为自媒体的作者和读者，在全媒体中参与其身，品头读足。过去大家不认识的一本书背后的编辑名字，在这个全媒体时代，编辑或者作者也是很可能会变成了公众人物。在这个时候的台湾出版产业，编辑已经是自媒体了。站在同一个水平线来看，我们也会发现作者、读者早就从过去的被动、单纯接受出版社编辑的讯息，到如今的主动参与其身，通过平面或网络种种媒介向市场发声，不会再是收发式的单向，而是来自另一种自媒体的互相或多项的对应。这是 A to C、Author to Customer 的全媒体网络时代。这10年来全球出版环境的大改变，这2年来疫情发生前后对台湾图书出版的大改变，可以说同时改变了编辑出版、图书策划的观念与定位。台湾图书出版的核心与价值不断在改变，既从被动到主动。过去的传统资本媒体时代，编辑好像是一位制作人，从寻找作者到控制成本，从被动到主动，参与市场推广。在网络媒体时代，编辑就好像一个导演，在媒体的多样性、多种传播广道方式下，除了要完成书籍的印制，还要考虑如何将合适的书籍转化为不同媒体可以使用的内容，让原来的书籍有更多发展的机会，例如有声书、课程、podcast 等。当全媒体时代来临，如何将一本书的内容转化为多种产品，是编辑必须思考的事。过去编辑只要处理书面文字，现在编辑也要处理声音与影像，甚至为了配合新媒体的需求，编辑必须与作者商量如何重新剪辑编制原来纸本的内容，制作出不同的声音与影像产品。而在现今这自媒体时代，编辑已经必须寻找在不同媒体出现的作者，共同讨论如何将社群媒体的文字或声音转化为书籍。后疫情的台湾图书出版，可能是考验编辑创意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出版前景最坏的时代。它是智慧结晶成文字的时代，也是不利阅读的时代。这也可能是一个信仰阅读的时期，也是怀疑出版未来的时期。编辑出版面对荆棘满布的道路，不太可能直登天堂，但也有可能直下地狱。我们都和它牢牢地绑在一起了。谢谢大家。